我們說好了，賺的錢兩家平分，後廚雖辛苦，但酒樓的生意卻在短短1年間聲名鵲起。如今酒樓生意蒸蒸日上，每日淨賺50兩。小二，上菜！来了！然而就在年底要分钱的时候，堂姐和姐夫却用一串猪下水打发我。这些是你在酒楼1年的分红，明天起你不用来了。酒楼1年賺的有上萬兩，你就用這些豬下水打發我？堂姐，這也是你的意思？哎呀，阿寧，這酒樓的錢是我跟你姐夫借的，你一分沒出，每天不過是殺豬宰雞做個飯，1年到頭能分到這些已經不錯了。再說了，你一個姑娘家也到了出閣的年紀，我朝以纖瘦為美，你又這個樣子，再在這酒樓拋頭露面，就更尋不着好人家了。堂姐，這也是為你着想。為我着想？薛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當初你們用我娘的金釵做抵押才借到的錢？這1年多酒樓的後廚也是我一把撐起，說好了賺到的錢我們兩家平分。如今酒樓生意這麼好，你卻想用這些豬下水把我當狗一樣趕走嗎？你一個死胖子，就顛個勺還想把賺的錢平分？薛寧，你可真是厚顏無恥！我們富春居容不下你這樣不要臉的人，當初不就是用了你們家一根釵子嗎？拿上你的破釵子，給老子滾！廚子，你們竟然一直當我是個廚子！這1年來，是誰起早貪黑跑遍京郊去採買上好的食材？是誰不惜頂着颳風下雨去拜訪名廚訂菜譜？又是誰去各家高門跑關係訂席面？厚顏無恥的是你們！如果沒有我，富春居別說1年賺上萬兩，一桌席面都撐不起來。你少往自己臉上貼金了，風太大也不怕閃了舌頭。酒樓的菜有菜譜，誰來做都一樣。生意好，那也全都是我跟你姐姐在钱塘迎来送往會經營，和你根本沒有關係。阿寧，我們對你已經很客氣了，還把採買的活兒都放心交給了你，你又何必把話說得這麼難聽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死活賴着不走，是不是因為在採買裡吃了回扣？怪不得成本一直降不下來呢。你今天要是再不走，我明天就去告上衙门，讓你把吃進去的錢一分不剩全吐出来。都是一家人，堂姐不會占你便宜，更不會害你。拿着這些離開酒樓，趕緊把你這一身的肉瘦下去，再找個好人家嫁了，才是你一個女人最好的歸宿。一家人，薛婉，你還知道我們是一家人？拿着這些豬下水趕我走的時候，你是不是忘了當初是怎麼求到我家的？一家人，薛婉，你還知道我们是一家人？拿着这些豬下水趕我走的時候，你是不是忘了當初是怎麼求到我家的？堂姐，這是我外母家傳下的菜譜，還有這些銀子，足夠我們盤下個小攤位，做個營生賺錢了。你能拿出那麼多銀子救下我們女兒，我們夫妻已經無以為報了。如今怎麼能讓你把家底兒都掏出來幫我們？而且菜譜是你外母家的寶貝，還有這銀子，你若都拿出來，婶子抓藥怎麼辦？這點銀子怎麼夠？既然要做营生，本錢自然要多一些。這釵子是你外婆給我的陪嫁，你們拿去當了，還是值些錢的。婶子，你……咱們一家人不說兩家話，你們姐妹倆能撐起這營生，好好生活，比什麼都強。娘說的對，只要能吃苦，能用心，一定能賺大錢。到時候賺的錢，我們兩家平分，肯定都能過上好日子。
阿寧，沒想到你和嬸子能幫我至此。我薛婉今日發誓，往後若有對不起你薛寧的地方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酒樓剛賺錢，你們就要趕我走，還用這些豬下水羞辱我。薛婉、趙大海，你們就是這麼報答我的。從今日起，我和你們夫妻二人分道揚鑣，再無瓜葛。我既然能一手撐起富春居，就定能再開上另一家酒樓。薛婉、趙大海趕我走，後悔的人一定是你們。这房子我租了，这个就当做定金。我这馆子若租，就得是1年起租，这根银簪可不够。我自然知道这银簪不夠，但我是真心要租，還望掌櫃的能寬限幾日，我定把租金補上。既然你這麼誠心要租，我就寬限你5日。5日後若租金補不齊，這銀簪我可不退。多謝掌櫃。薛寧，等等。明日你們富春居要幾頭豬？上好的2頭烏，剛好到出欄的時候，別人出高價，我可都沒賣。你們酒樓若定好了要多少，我明日一早就給你送去。確實是好肉，只是我已經離開富春居，這件事徐老闆不用找我商量了。離開富春居？那富春居不是你們姐妹2個合夥開的嗎？這說走就走了？我那好姐姐都用豬下水抵我1年工錢了，被人侮辱至此，我若再不走，倒顯得我不識抬舉了。可你離開了，明日杜員外的壽宴他們打算怎麼辦？杜家壽宴上少不了的那道用2頭烏做的萬字扣肉，這滿京城可就只有你會做。既跟他們夫妻2人分道揚鑣，那從今日起，這富春居的生意是死是活，也就跟我無關了。我這2頭烏專攻皇家，當初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拒絕了其他大酒樓，供給富春居的。沒想到他們夫妻竟然做出這等過河拆橋的下作事。以後我這肉啊，他們別想再用半分。薛寧多謝徐老闆這1年來的抬愛，以後您開門做生意，賣給誰，自然是您說了算。開酒樓的把廚子趕走了，我看這杜家的壽宴他們怎麼辦？若席面不好，得罪了杜員外，在這京中可是寸步難行嘍。娘，您撿這藥渣做什麼？我這藥一副太貴了，我想着把藥渣多熬2次，也是一樣的，還能給你省些銀子。娘，是女兒不孝，讓您跟着我受苦了。不提那些，富春居今日開業就滿1年了，我看那酒樓生意每日都紅火，想來晚晚給你分了不少吧。這些就是我堂姐給我分的工錢。你這1年為了操持酒樓起早貪黑，險些把腰都累壞了，他們竟然只給了你這些。當初可是他們走投無路，帶着孩子求到咱們家的。黑心爛肺的東西，我倒要去問問他們，是不是把當初說的話發的誓都忘得一乾二淨了。他們若不把你應得的吐出來，我就告上衙門去。娘，沒用的，當初因為信任堂姐，跟他們之間1沒力氣，2沒文書，就算是告上官府也要不回錢的。那我們就只能吃這個啞巴虧嗎？娘，回來的路上我想過了，我有手藝有能力，若自己開一家酒樓，不會比富春君差。就連鋪面都看好交了定金，只是這租子還差了一大截。等着，
這是地契。当了它，去交租子。不行，这宅子是爹留给我们母女二人最后一件傍身的东西了，我不能把它当了。娘让你拿着，你就拿着。我们阿宁遗传了外祖家的厨艺天赋，聪明又肯吃苦。既然能把富春居開得紅火，就一定能再開另一家。娘相信你，等着跟你過上好日子。好，我明日就去把那鋪面租下，一定會幹出個樣來。9600兩，9700兩，11382兩。娘子，去年我們這富春居一年淨賺了1萬兩啊！真的這麼多？怪不得那個薛寧死活賴着不走，我看啊，是他一個廚子，妄想分這1萬兩銀子呢。如今好了，他一走，這錢可都是我們的了。過幾日我就去置辦間大宅子，再去買幾個得力的家僕，到時候看誰還敢看不起我趙大海。可如此一來，賬面上活錢就少了，會不會影響採買？怕什麼？明日是杜員外的壽宴，只他這一家就能淨賺上百兩，你還怕賬上沒錢？掌櫃的不好了，杜員外壽宴要用到的2頭烏，徐老板不給我們送貨了。不送，那你就上門去取啊。可徐老板說，從今日起這2頭烏絕不會再攻擊我們富春居了。你說什麼？完了，這杜員外在京城勢力盤根錯節，這席面若是開不起來，我們這富春居怕是都要開不下去了。徐老板，今日杜員外在我富春居有壽宴，點明了要您這兒的2頭烏，您看這肉何時能送去？送？你們夥計回去沒告訴你們嗎？我家這2頭烏以後連一根豬毛都不會送到你們富春居。雖不知我們是哪裡惹得徐老板不快了，但席面要得急，還望徐老板別，我這店小，不敢跟薛掌櫃和趙掌櫃這種過河拆橋的人做生意，我怕像薛寧一樣被你們用豬下水結賬。姓徐的，薛寧的事兒是我們的家事，輪不到你說話。再說你養的豬這麼多，除了我富春居，還有哪家酒樓能吃得下？你不要不知好歹，這1年多要不是看在薛寧的面子上，我這專供皇家的2頭烏怎麼也輪不到賣給你們富春居。如今你們夫妻做出來這種黑心爛肺的事情，就算這豬都爛在圈裡，我也不會賣給你們富春居1頭。快滾吧！好你個薛寧，撈不到錢就這麼給老子下絆子是吧？沒有這2頭烏，杜員外的席面要怎麼辦啊？走，富春居後院還有薛寧從前養的幾頭小豬，把他們全宰了，也夠今日用了。掌櫃的使不得，薛廚說過，這2頭烏至少要8個月才能殺了吃肉，否則口感和味道都會大打折扣啊。薛寧說的話就是個屁，那姓徐的不給肉。今日若不宰了這幾頭豬，耽誤了席面，得罪了杜員外，你幾條命賠得起？趕緊的，殺豬取肉，若這幾隻小的肉不夠，就拿普通豬肉頂上。薛寧，他怎麼在這兒？對面那鋪子一直對外招租，難道他想把那鋪子租下？東西都是現成的，這酒樓開起來也省得你再置辦。我這鋪子地段好，每日來往人多，離驛站也近，很多官員下了職總會來這片找館子小酌一杯，不用愁生意。只是有一點我要提前跟你講好，對面就是如今京中勢頭最盛的富春居，
你若不拿出看家的本事，可搶不過他們的生意。势头最盛，趕走廚師的酒樓，怕是沒幾天好日子了。昨日我就看你眼熟，如今你這麼一說，我倒想起來了，你就是對面那個有名的薛廚吧？正是。哎呀，還真是你！你那道赛螃蟹可真是讓我念念不忘啊！刘掌櫃，您這是何意？你廚藝好，用料扎實，人又老實本分，我信你一定能把酒樓開起來。如今你剛開店，到處要用錢，這租子就先交半年的，剩下的到時候給我補齊就行。我說薛寧，你怎麼還真的要自己開店啊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塊料，竟然還敢在我富春居对面做生意，簡直找死！哎呀，阿寧，姐姐勸過你，你不過是個會炒菜的廚子，這生意做不起來的。像我一樣找個好男人嫁了，相夫教子才是正事。與其在這裡關心我的鋪子開不開得起來，不如擔心今日杜員外的席面，你們要如何做？那道萬字扣肉，店裡除了我，可沒人會做。薛寧，你不過是個廚子，離了你，我們富春居照樣生意火爆。倒是你這麼個一身病的娘，要錢如流水，不僅讓你翻不了身，還早晚拖死。趙大海，你给我閉嘴！娘，不合拆桥，厚颜无耻！薛婉、趙大海，你們簡直是白眼狼！婶子這話就難聽了。薛寧不過是個上不得台面的廚子，而我才是這全京城都認得的富春居老闆娘。你若真為了薛寧好，就讓他趕緊把這鋪子的租子退了，制造成嫁妝，別到時候一輩子嫁不出去，讓人恥笑。看到了嗎？有我富春居在，你就算在這裡開酒樓，也不會有一桌生意，早晚也是把銀子賠得一乾二淨。跟你這個病秧子娘滾出這裡！是嗎？那我們就看看，3日後到底誰的生意更好。這富春居用的可都是貨真價實的兩頭屋，滿京城除了宮中，只有這兒能吃到。我在數月前就早跟老闆定下，諸位今日就敞開了吃，還是杜員外的面子大，竟能讓京城第一的富春居給您留足席面。早聽聞這兩頭五的肉質鮮嫩，今日托杜員外的福，終於能一嘗究竟了。去，把你們掌櫃的給我叫來。杜員外，不知對今日席面是否還滿意？哼，滿意？你吃了雄心豹子膽了，竟敢拿這種肉來糊弄我！我看你這富春居是不想開了。我就是看中你這富春居有京城獨一份的兩頭屋做食材，才在同僚面前誇下海口，把壽宴設在這裡。結果你就用這些來糊弄我，是不是誠心要我在這京中淪為笑柄？您這是說的哪裡話？京城中誰不知您杜員外的地位？我一介草民哪裡敢糊弄您？那這菜是怎麼回事？這菜，今日客人多，一定是後廚上錯了菜。富春居每日人滿為患，後廚偶有上錯菜也算正常。對，這位大人說的是，今日席面太多了，這才擾了幾位的雅興，我這就把菜換了，再送您一壇窖藏女兒紅，就當是給您賠禮道歉了。我像是差你那一壇酒的人？那您的意思是？廢話少說，快把我那道萬字扣肉端上來。若那道菜你還做不好，我定拆了你這富春居。愣着幹什麼？快做呀！這道万字扣肉要是做不好，那杜员外能扒了我們的皮。可是我……別可是了，要是杜員外不滿意，別說你一個廚子了，就是這富春居都保不住。做啊！做啊！可這道菜我根本不会做。不会做。
你不是跟着薛宁学了整整1年吗？为什么连这道菜都不会？那个薛宁每日从切炖到颠勺，手把手毫无保留的教你，你为什么学不会？我可是把薛宁那本祖传菜谱都偷偷抄下来给你了，就是头猪也该会了。总之，今日这菜，你就算是死也得给老子做出来。我本来就是个半路出家的，不仅没有天赋，还没有一点功底。是薛厨看我可怜才收我做徒弟，教我炒菜。我只想跟着他打下手，根本就没想过顶替他的位置。你胡说！当初让你留下掌勺，你可是自己应下的。那是因为你们欠了我3个月的月钱。要不是为了赚月钱给我爹治病，我早就跟着薛宁走了。反正这道菜我今天做不出来，你们把我弄死，我也做不出来。现在不是跟这个废物置气的时候，我们要赶紧想想怎么能让杜员外满意。这万字扣肉是杜员外点名要的，薛宁的徒弟都做不出来，整个富春居恐怕只有他自己会了。可他已经走了，不在富春居了。既然只有薛宁会，那就把他喊过来救个急。你的意思是，薛宁不是就在我们对面吗？你现在去用堂姐的身份让她过来做菜。阿宁啊，你看，反正你这店也没生意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去对面富春居幫堂姐做道菜，如何？堂姐当日不是把我趕走了嗎？怎麼今日反倒求着我回去了？這不是杜員外點名了，在席面上要萬字扣肉，店裡的廚師不中用，個個都比不上你。阿寧，你就看在我們是堂姐妹的份上，幫姐姐這一回吧，不然惹得杜員外不開心，富春居可都保不住了。你也不想眼睜睜看着他倒閉的是吧？富春居倒閉與否，跟我這個外人有什麼關係？話不是這麼講的，我們在你們用豬下水把我趕走那刻起，我們就已經恩斷義絕，毫無關係了。至於富春歸是死是活，全靠你們自己的造化。你要是沒什麼事就快走，別在這裡礙眼。哎，你這什麼態度？讓讓，別耽誤我們開門賺錢。哎呀，嬸子，我知道您心眼最好，最是心軟了，你就幫我勸勸阿寧吧，都是一家人，他總不能見死不救吧？一家人？誰跟你這種白眼狼是一家人？當初我家阿寧救了你們，還救了你女兒的命，你們倒好，賺了錢就忘了本，還用豬下水侮辱我的阿寧，快滾！別再出現在我面前，否則我見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說我白眼狼，薛寧，你才是那個忘恩負義的王八蛋。要不是我跟相公開了這富春居，讓你在後廚掌勺有口飯吃，你還不知道帶着你這藥罐子的娘在哪裡要飯呢。要我說，那豬下水都多餘給你。你開了店，沒我那根簪子，你靠西北風開店嗎？簪子，一根破簪子就讓你這麼攜恩圖報，不就是根簪子嗎？給你，我現在可是富春居的老闆娘，有的是錢，這種東西要多少有多少。但薛寧，你記住，你這種廚子滿大街都是，沒了你，酒樓我照樣撐得起來。我就等着你跪下來求我讓你回去的那天。看來薛婉到現在都沒明白，開酒樓，菜的味道才是根本。那道萬字扣肉所需的刀工和調味都十分複雜，現在的廚師小陳根本就做不出來。杜員外又極重臉面，這道菜做不好，他們夫妻兩個怕是要惹上大麻煩了。呸！活該！可咱們這店裡……哎呀，娘，你就別愁了，有你女兒這手藝，你還怕沒生意嗎？到時候只怕你會嫌忙不過來了。聽聞這萬字扣肉用料考究，刀工精湛，每日只供3份，難得的很啊！今日也是托了杜員外的福，才能有幸吃上一口。快讓後廚把我的萬字扣肉端上來。薛寧人呢？哎呀，別看了，他不肯來。什麼？不來？他不來，那這菜怎麼辦？掌櫃的，你可快點上菜吧！杜員外見不到菜，眼看着就要掀桌子了。杜員外見不到菜，
眼看着就要掀桌子了。赵大海，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还不是你没用，连个薛宁都叫不来。你现在倒怪起我来了。当初我就说了，薛宁手艺一绝，要等把他手艺都学到手，再跟他撕破脸。是你舍不得钱，非要赶他走的。老子不管你做的正不正宗，总之，先给我做出一道端上去，把人糊弄过去。可那扣肉是宝塔状，用刀片肉，片到最后都不能断开。我这水平顶多切个肉片，怎么也做不成宝塔的样子。那你就想办法！现在立刻按我说的做，快！你有办法了？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，我还不信离了他薛宁，老子这店就開不下去了。让诸位大人久等了。赵掌柜，这菜可是让我好等啊！哎，好饭不怕晚，既是这店里的招牌，等一等又何妨？是啊，这菜我可只在宫宴上远远看过一次呢。这万字扣肉，刀工複雜，調味精妙，全京城也只有這富春居做得出來，而且每日只限3份，不是有錢就能吃得到的。還得是杜員外才能讓我等也跟着沾沾光。哈哈哈，這可真是托了杜員外的福啊！趙掌櫃，還不快把餐盤打開？既然不能一刀切到底，那就切成肉片，再把肉片摞起来。不行不行，這道菜不是這麼做的。那你現在還有更好的辦法嗎？啊？不管如何，先把菜上了，糊弄過去再說。不愧是杜員外特意點名的菜，這造型果然精妙。今日可算是開了眼了。諸位，請吧。這是怎麼回事？這怎麼成了一盤肉片了？姓趙的，你竟敢拿這種東西糊弄我！不敢，我就是有10個膽子，也絕不敢糊弄您啊！不敢？那你跟我說說，這是什麼？你今日讓我丟盡了臉面，我一定要讓你這富春居在京城銷聲匿跡！今天這廚子是新來的，定是他太緊張才把這道菜做壞的，絕不是有意欺瞞您啊！你說什麼？你們換廚子了？是啊，以前的廚子。荒唐！你一個開酒樓的，竟然把廚子趕走。你可知來這裡的多少人，正是衝着你家廚師那一手好菜來的。既如此，我日後定不會再來，而且會在京中高門好好給你宣傳宣傳，讓你這種短視的小人再接不到一桌席面。今日杜某讓各位見笑了，日後定當再聚，給各位賠不是。我們走。你等，求求再給我一個將功補過的機會。放手！我今日還特意備下了一道特色美食，蘇珊，您一定會喜歡。此話當真？千真萬確。這竟是傳聞中的蘇珊。據傳，這蘇珊來自前朝宮廷，工藝繁雜，極難製作。沒想到能在這裡一看究竟。入口冰涼，口感綿密，還帶着花香。趙掌櫃，這才是你富春居該有的水平。員外謬讚。看在這蘇珊的份上，我且不追究了。多謝員外，多謝員外。竟不知你何時會做蘇珊了。我又不是廚子，怎麼會做那勞什子？那蘇珊啊，
是之前薛寧留下的方子。这个是蘇珊的配方，一定要收好。等到壽宴那日，澆上牛乳，撒上花瓣，就可以直接上桌了。我早就听說這姓杜的嗜甜如命，如今天氣又熱，肯定會對這蘇珊滿意。也算是那薛寧還有點用。還得是我相公腦子靈活，這大錢啊，就該咱們賺。寧衛小館一聽就上不得台面，怪不得一個人都沒有。哎，夫人，也不是所有做生意的都像咱們一樣能賺大錢。哎呀，今天杜員外對那能解暑的蘇珊可是十分滿意，連帶着中秋家宴都定在富春居了。可不是嗎？咱們這富春居以後在京城中的生意可是要越做越大了，日進斗金，指日可待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個破廚子，不老老實實待在後廚幹活，還想自己出來單幹，簡直就是痴心妄想。就等着賠光了錢，帶着個老拖油瓶滾遠吧！兩個白眼狼，簡直欺人太甚！只看眼前利益，不做長遠打算。他們的富春居開不久了，可是好了，娘，不管他們，我們做自己的生意不好嗎？這是什麼？如今天氣炎熱，這街上來往的人雖多，但大多沒什麼胃口，不會進店。與其把熱炒做招牌，不如做些解暑小吃，好打開名聲。可這冰粉到處都有，我們這新店怎麼能讓人進來吃呢？尋常的冰粉調味是固定的，總有些是食客們不愛吃的。如今我們把小料擺出來，讓客人按照口味自行調配，既讓口味豐富，還能省下人工，一舉兩得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的阿寧，腦子就是靈活。這薛寧弄這麼大陣仗是做什麼？一個破冰粉搞得跟御膳一樣，裝腔作勢。有些人啊，賣不出菜，就做這種上不得台面的小吃。有我這富春居的蘇珊在，誰稀罕吃你那破冰粉？富春居名氣那麼大，咱這小店在他對面賣小吃，真的能行嗎？放心吧，娘。富春居的蘇珊價格昂貴，尋常百姓根本吃不起。但是這冰粉不僅不貴，還老少咸宜，正是我們能打開生意的突破口。老闆，你擺這麼多小料是要賣什麼？自助冰粉，咱們家的冰粉15文一碗，小料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隨便添加，有傳統的紅糖山楂，還有應季的西瓜、葡萄，只要你喜歡，隨便加什麼都可以。小料能隨便加，太好了！我愛吃冰粉，但是最討厭吃紅糖了。你想什麼呢？這麼入神。老闆，你這冰粉裡到底放了什麼？也太好吃了！一口下去，這身上的暑氣都退乾淨了。真的，吃完之後渾身通透，太舒服了。我這裡放了薄荷汁，還有荷葉水，最是消暑。你們若喜歡，可以多幫我宣傳，
日後来了，我每人送你们一碗。放心吧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少不了跟街坊四邻都宣传宣傳。这真的能卖这么好吗？给我来一碗冰粉！我也要！我也要一碗！娘，这家冰粉太好吃了，吃下去比刘大人赏的苏珊还消暑。是啊，那苏珊一小碗就要2两银子，这冰粉可便宜多了。那我们明日还能来吃吗？这是新店開業，每位新顧客都送一碗酸梅湯。娘，這酸梅湯也好喝，明天我們還來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這孩子挑食的緊，沒想到竟這麼愛吃你店裡的東西。過幾日我還會出很多新菜品，你就跟着你娘一起來，老顧客每次來我都送影子。大家不要急，都有。这死丫頭真是走了狗屎運，賣個冰粉生意都能這麼好。一碗10幾文的冰粉而已，累死他也賺不到幾個錢。我們這幾日賺了快1000兩。什麼？1000兩？你看，這幾日賺的比薛寧在時要多上好幾倍。可我記得客人並沒有變多，利潤怎麼多了這麼多？那是因為我把薛寧之前用的高檔食材都換成普通的了，成本下來了，自然就賺得多了。都怪薛寧那個死腦筋，買東西就知道買貴的，害老子少賺了那麼多錢。走，明日我們就去買田置地，把當初沒的東西通通買回來。這才是我趙老闆該住的房子，以前住的地方簡直就是窩棚。這宅子太貴了，富春居賬面上一共就5000多兩，你這一下給出去可就沒有活錢了。你懂什麼？如今的富春居就是搖錢樹，這麼點錢幾天就賺回來了。這宅子我買了，這是定金，你收好。老闆大氣。那就按照咱們說的，剩下的錢分3個月還清，逾期不還，我這錢可不退。別說區5000兩，就是5萬兩，我趙大海也不缺。趙老闆可想好了，您這賬上可是都輸了1000多兩。我們趙老闆可是富春居的老闆，那富春居可是京城第1的酒樓，區1000兩算什麼？對，我的富春居日進斗金，區1000兩算什麼？滾！沒錢還敢來賭？這是怎麼了？趙老闆，今日共欠我們8652兩，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，可千萬記得還。8000多兩，你不是說來隨便玩玩嗎？怎麼會欠了這麼多錢？哼，區幾千兩，我守着富春居這棵搖錢樹，還怕還不上？趙老闆大氣，我們這利息1月3分，1個月後記得本息一起還清。相公，我們這富春居一日所賺不過100兩，你這8000多兩，你在看不起我？我告訴你，薛婉，你再敢對老子指手畫腳一句，老子立馬就休了你！哼！明日採買的錢給我。我們只剩20幾兩了，採買的錢怕是不夠。什麼
20幾兩，怎么就剩这么点钱了？这买了菜就不够买肉了？够，谁说不够？贵的买不了，便宜的还买不了。可，本来就已经把每日的菜换成最普通的了，如果再把肉也换了，万一那些达官大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发现个屁！宽油多香料，就是神仙来了也尝不出不同。再说了，如今天气这么热，真有人问起就说是天太热变质了，怎么也怪不到我们头上。只要他们发现不了，那我们赚的可就更多了。就是你要买那些病猪？是我。我们可说好了，按照正常猪肉价格的30%给我。肉都是完整的，到时候一下锅，谁能知道是好还是壞？你确定要这些？确定。这是肉钱，您拿好。这猪是病死的，做肥料还行，可千万不能给人吃，否则可要出大事的。知道，放心吧。走一走，看一看了。宁味小馆新菜尝鲜，今日来的客人每人加赠1份例汤。糖醋里脊，橙子味儿的，闻所未闻。还有那蝦球，竟然要跟什么芥末混在一起，能好吃吗？算了，我吃不来这新鲜玩意儿，还是去富春居吃我的红烧排骨吧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菜，把客人们都吓到我富春居去了。我说薛宁，你就别瞎折腾了，就你这破店，要不了1个月就得倒闭，不如早点回来当个厨子，至少还能养家糊口。倒闭？我家的菜真材实料，健康新鲜，不像有些人黑心烂肺，不知道用了什么东西糊弄。你说谁呢？我们不如打个赌，就赌不出1个月，我这小馆绝对比你的富春居还要红火。陈师傅，你快来看，这肉好像不对劲。这肉是坏的。坏的？这肉全都是坏的。之前薛厨在的时候，都是每日一早去买最新鲜的肉，肉质是鲜红的。但你看这肉，隐隐发黑，明显不对劲儿。可马上就要开店了，这些肉该怎么用？如果真用这些肉做菜，不只会砸了富春居的招牌，还很可能会吃出事儿。出什么事儿？这肉是我亲自去买的，我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。难道你们想质疑你们掌柜的？可这肉都发黑发臭了，如果做成菜端上桌，被食客们吃出来，肯定会影响生意的。那你们就不能想办法不让他们吃出来吗？薛厨在时只教过我们用好肉做菜，这些坏肉我不会做，也做不了。是啊，掌柜的，反正时间还来得及，您不如再去买一批新鲜的回来。再去买肉钱你出吗？你看，香料足够多，不就尝不出来了吗？可就算尝不出来，食材不新鲜，也会吃坏肚子的。那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是做生意的，只管賺錢。要是你們不能幹，有的是人能幹。再多說一句，拖欠的3個月月錢1分沒有，全給我滾蛋！掌櫃的，
今日這豬肉口味怎麼這麼重？全是香料味兒，吃不出一點肉味兒。我早聽聞有些无良店家會用香料遮蓋壞肉的味道。趙掌櫃，你們富春居這肉，該不會是壞的？趙掌櫃，你們富春居這肉，該不會是壞的吧？您這說的哪裡話？我們富春居可是京城第一的酒樓，怎麼會用壞肉呢？但這肉的味道，確實跟往常不盡相同。那是因為夏天天氣熱，料輕了，肉就容易壞，因此口味才重了些。確實，這天這麼熱，肉的變質速度大大加快，但料重了就會讓這種情況有所緩解。不愧是富春居，想得果然周到。還是你有辦法，用大料一遮，那群傻子就吃不出來肉壞了。那是自然，如今采买的成本不到往日的30%，利潤足足翻了3倍。要不了幾日，我們那宅子剩下的錢，還有我那一堆欠條，就能還清了。橙香糖醋排骨，凝香芥末蝦球，請慢用。排骨和橘子做在一起，芥末和蝦拌做一盤，這真的能吃嗎？客官此言差矣，這橙子不僅能增添果香，還能讓肉質轉爛，而這芥末嘛，既能遮住蝦的腥味，這炎炎夏日還能提神醒腦。哎呀，你就吃吧，這館子的菜比對面富春居的都好吃。果香和肉香完美融合，炎炎夏日讓人食指大動。客官对这排骨可還滿意？滿意，滿意。這簡直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排骨，你做菜真厲害。你快去後廚看看吧，之前富春居後廚那幾個小伙子都跑來我們這兒了，趕也趕不走。大家今日來是為了……薛廚，拜託您留下我們吧。富春居近來生意如日中天，你們怎麼反倒跑來我這小店了？什麼如日中天？我看那富春居要不了多久就要倒閉。唉，薛廚有所不知，自從你離開後，那趙大海買的食材是一日不如一日，今日甚至買了壞肉臭肉。我們實在是不願跟着他賺這份黑心錢。對，我們做人是有底線的，靠着坑害顧客賺的錢，我也不要，我要賺乾淨錢。既如此，我這裡正好缺幫手，不嫌棄的話，大家就留下來跟我幹。雖然暫時不如富春居生意好，但是我們做良心生意，賺的是乾淨錢。一群吃裡扒外的東西，竟敢跟我撂挑子，不就是幾個夥計嗎？老子錢給夠，還怕招不來人？不就是幾個顛勺的，老子閉着眼都能招到。今日富春居周年大酬賓，吃飯9折，還送一壇女兒紅，招聘後廚，月薪5000。薛寧，你來做什麼？我是來提醒你們，做酒樓這行，味道第二，良心是第一。如果以次充好欺騙顧客，早晚會出大事。我呸！什麼出大事？我看是你自己的生意不好，就眼紅嫉妒我們。我告訴你，薛寧，別以為富春居離了你就做不下去了。自從你走後，我們的利潤翻了整整3倍。你在時，就算生意好，每日也不過賺個大幾十兩。如今我們日進幾百兩，要不是你，我們早就賺大錢了，還不用跟你這個廚子分錢，全都是我們夫妻的。走走走，別耽誤我們賺錢。幾百兩，富春居賺的居然多了這麼多，想來他們夫妻怕是把所有食材都換成了爛的、壞的，顧客明顯變少，怕是有人已經吃出不對勁了。薛婉，
趙大海，你们就继續用這些食材坑顧客吧，等到出了大事，你們就是傾家蕩產也賠不上。這菜嚼起來口感也太爛了，還有這肉，總是隱隱有股臭味。走走走，換地方吃去。这蝦新鮮彈牙，這才是好食材。還有雞腿，沒有腥味，只有肉香。老闆，這蝦肉再給我來一盤。公子，你怎么了？这肉有问题，快给我寻郎中来，我肚子好痛。好你个胆大包天的，竟然敢在食物里下毒！这可是侍郎家的公子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几條命都不夠賠的。什麼？下毒？誤會，都是誤會，這食材都是我親自買的，絕不會有問題。我的肚子要痛死了！富春君在飯菜裡下毒，快報官！沒有下毒，沒下毒！哎呀！王八蛋！你們富春居竟敢用這種東西給老子做菜！老子還特意把你們的紅燒肉帶走給我爹吃，怪不得他吃完後這時候就上吐下瀉，原來竟是因為你這黑心幹的！我可以解釋，的！敢騙老子，老子今天就打死你！別打了，都別打了！這裡面有誤會，你們別打了！誤會？這麼多臭肉明明白白擺在這裡，你們還想怎麼狡辯？有話好好說，你們也不能打人啊！好好說。我的爹上次因為你們這肉拉肚子，差點去了半條命，還想跟老子好好說，我可去你的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好了，今日的賬算完了，共賺了85兩4錢。85兩，一天就賺了85兩，這麼好的日子，我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啊！這店你前堂後廚一把抓，看着小臉兒都累瘦了。放心吧，娘，只要我們用心開店，以後這日子啊，會越來越好的。啟稟大人，我家公子從今日晌午在富春居用完菜起就昏迷不醒，還望大人狠狠責罰這個歹人。還有我家夫人，腹瀉不止，幾欲昏厥。我家兄弟也是，是他。沒錯，就是他們兩個。大人一定要嚴懲啊！大膽削腕趙大海，竟敢以劣充良，以腐作鮮，賄食害眾，竟致眾人嘔瀉不止，簡直可惡！大人，我是有苦衷的，大人。今責令你承擔所有受害食客的醫藥調養之資，分文不得短少。另外，重打30大板，即刻行刑。是，大人，大人饒命啊！啟稟大人，行刑完畢，限你5日內將食客所有銀錢賠付完畢，否則重刑伺候。不把你這些東西都當，老子拿什麼賠錢？您看看這些能當多少？
成色一般，一共500两。500两？我买这些花了3000两都不止。就这些，爱当不当。那我不当了。谁说不当了？不当了，这些去赔钱。你難道想讓老子被下大獄嗎？要不是你當初花錢買這些破爛玩意兒，老子手裡至於沒錢嗎？趙掌櫃，您先前訂的那宅子，後續的錢可到日子該給了。眼下這光景你也見到了，要不通融一下？這上面白紙黑字可寫得清清楚楚，要是你們不給，我今日就告上衙門去。這些先還作一部分，剩下的限你們10日之內還清，否則就等着下大獄吧。哼！我的錢，把我的錢還回來！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非要去買那什麼便宜豬肉。這下好了，生意被對面薛寧搶走了，家裡如今連一個銅板都沒有了。你是要我跟女兒去喝西北風去啊？薛寧，要不是他搶生意，老子的店怎麼會淪落至此？賤人，敢搶老子的生意，老子就砸了你的店，讓你再也幹不下去！肥而不膩，入口即化。薛掌櫃的這手藝可是越來越好了。吃了薛掌櫃這一手菜呀，別的酒樓是再也不想去了。這才剛剛中午，今日營收已經200多兩，細細算下來，竟然已經比當初的富春居生意還要好了。娘的金簪，還有爹留下的地契，馬上就能贖回來了。哎，我說掌櫃的，你這菜雖然好吃，可開在城東，離我家太遠了。有沒有考慮在城南開家分號啊？什麼城南？應該開在城西。城北也得開，我天天可太饞這一口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家阿寧一定會把店開到各位家門前的。我已經在看新的店鋪了，等開新店了，大家一定要去給我捧場啊！咱們家老顧客通通打9折。好，薛掌櫃，我們靜候佳音。靜候佳音。吃飯的都給老子滾！老子今天是來找薛寧算賬的，敢搶老子的生意，老子今天就砸了你的店！不是要做生意嗎？老子看你這生意怎麼做！趙大海、薛婉，你們給我住手！我們開店做生意關你什麼事兒？你憑什麼砸我們的店？讓他砸，我倒要看他今天到底還要做什麼。薛寧，別以為你這麼說，老子就會停手。你停不停手我都不在乎，我靠手藝吃飯。你今天砸了，我就明天重新裝修，重新開店。我的手藝在，食客們就還會回來。薛寧，你怎麼這麼不要臉？搶了我們富春居的客人，還有臉在這裡說開店？搶！客人來我的店，是因為我的手藝好，食材好，從不會坑害顧客。而你們菜用爛的，肉用臭的，不止難吃，還把客人們吃得上吐下瀉，差點出事兒。如今富春居要倒了，你們不好好反思自己，反倒用這些下作手段來砸我的店。富春居的生意一落千丈，與我無關，全都是你們自己一手造成的。賤人，你今天要殺了你！我看誰敢動薛寧！薛寧，你還是不是人？竟然找人打你姐夫！姐夫？你不說，我以為你們是薛掌櫃的殺父仇人呢。你還愣着做什麼？給我上！我已命人報了官，按我朝律例，尋釁滋事者，輕則杖刑，重則下獄。你們確定要為了這種人被投下大獄嗎？區1兩銀子，我們還是……既然你們都是一家人，
那你们的事儿我们还是不掺和了。走。好啊，你薛宁，几日不见，竟连姘头都找到了。赵大海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！你这口味可真够重的。这死胖子腰粗脸大，一身的肥油，看一眼就想吐。你还跟他好，也不嫌恶心？你干什么？口吐恶言，该打。你薛掌柜手艺绝佳，为人又正直善良，在如今的世道下，他一个女儿家凭一己之力就将宁卫小馆做到此等地步，连我堂堂7尺男儿都自愧不如。这样好的女子，竟然被你用这等污言秽語侮辱，你簡直該死！他這是在幫我說話？我呸！要不是搶了富春居的生意，就他這破館子，怎麼可能有這樣好的生意？老子警告你，這是我跟薛寧之間的事兒，識相的你就趕緊滾！該滾的是你們。薛掌櫃手藝好，用料好，生意自然會好。而你們用病豬肉偷梁換柱，為了蠅頭小利，連良心都不要了。現在落到這般田地，那是你們咎由自取。你放屁！要不是他薛寧離開富春居，讓我們沒了生意，我怎麼會出此下策去買便宜豬肉？說到底，都是薛寧的錯。我離開富春居，是你們用3斤豬下水羞辱我，羞辱我母親，硬生生把我趕走的。我不止一次提醒過你們做生意要憑良心，是你們不聽勸導，一錯再錯。我可是你堂姐，你吃點虧怎麼了？事到如今，難道你就一點錯都沒有嗎？我最大的錯誤就是當初信任你和趙大海，跟你們合夥開了富春居。我敬你是我堂姐，傾盡所有幫你把酒樓開起來，可結果呢，竟養活了你們這兩隻白眼狼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尋釁滋事，隨意打砸，你可真是膽大包天！前幾日剛挨了板子，我看你也是死性不改，跟我們走。官爺，我們都是被逼的，你們放了我相公吧。官差辦事，你若再阻攔，就連你一同帶回去。呸！活該！還不快走！做人做事要講良心，我對他們仁至義盡，沒想到他們竟把自己做到如此境地。多謝聖公子，今日之事牽連到你，改日我定登門道謝。既如此，那盛某就在家等着薛掌櫃了。相公，你怎麼樣了？薛寧，如今這樣全都是你害的，老子一定要翻身，把你狠狠踩在腳下。他家的生意現下如日中天，我們實在是沒辦法了。哼，誰說的沒辦法？相公有主意了。我聽聞過幾日京中要辦品宴大會，這大會是由太后牽頭。若我們能在品宴大會上拔得頭籌，不僅能名聲大噪，還能成為宮中御用。可請廚子、找門路、買材料，哪一項不要錢？如今富春居倒了，我們沒了進項，還背了一身的債，拿什麼去參加那什麼品宴大會？沒錢，那就把富春居抵押出去。抵押富春居？這是抵押地契的錢。再加上你之前在我們賭房欠的8000多兩，若半月之內還不上，這富春居可歸我了。拿着這錢去求杜員外，他財大勢大，總會給我一條門路。至於那薛寧，就等着被我趕出京城吧。杜員外，這是小人的一點心意。只求您給我一個參加品宴大會的資格。這麼點東西也敢求到我這裡？去，別在這裡礙我的眼。老爺，這次品宴大會是太后娘娘牽頭，若老爺引薦的人能一舉奪魁，定能在太后面前狠狠長臉。就他，富春居從前就是以前朝宮廷菜出名的，工藝繁複，口味獨特。一定有獨門絕技，只要拿出來參賽，定能討太后娘娘歡心。我可以讓你參加品宴大會，但是你必須拿出那道前朝的宮廷菜赤龍繞柱，在大會當日當作祥瑞呈給太後。赤龍繞柱，這大會是由太后娘娘牽頭舉辦的，
你若能拿出这道菜博得太后欢心，以後這榮華富貴啊，有的是。前朝宮廷菜全寫在薛寧那本祖傳菜譜裡，咱們哪裡做得出來？杜員外，我能不能做其他菜？其他菜，既做不出，別在這裡礙我的眼。小的定不負員外所託，在品宴會上拿出赤龍繞柱，一舉奪魁。怎麼辦？距離那個品宴大會只有3天了。3天，我們上哪裡去找赤龍繞柱的菜譜？菜我們不會做，但是菜譜我們可以偷啊。偷？我早聽說小臣父親重病，急需用錢。雖然那白眼狼離開富春劇去投靠了薛寧，但是重金之下，他必定會背叛薛寧。不愧是相公。薛寧，老子一定要在品宴大會上一鳴驚人，東山再起，把你死死踩在腳下。松鼠桂魚慢用。哎，薛掌柜，近日怎麼看您消瘦了些？殿中事忙。盛公子不是說今日要去京郊巡營，怎麼這天都快黑了，又來我這小店了？有些人啊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还有個詞叫什麼來着？對，秀色可餐。秀色可餐？酸甜適口，魚肉緊實。薛掌櫃這廚藝，竟是那御廚都比不上。盛公子謬讚了。不過你這手藝這麼好，獨家配方可一定要保管好，別輕易叫人學了去。我們家的夥計都心思耿直，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，他們做不出來。錢呢？這菜譜終於讓我拿到手了，錢貨兩起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這菜譜來自前朝宮廷，不是一般廚師能琢磨透的，所以不管你找誰做，一定要按照上面的配料分毫不差，絕不能改動。算你識時務。掌櫃的，我剛剛怎麼好像聽到有人說話？有嗎？算了，許是我聽錯了。掌櫃的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你給我們開的月錢已經很多了。哎呀，讓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你爹的病要緊。哎，掌櫃的，我有件事要告訴你。成了！這菜譜還真讓你弄到了。薛寧向來謹慎，尤其這菜譜他每日都妥帖保存。你這麼輕易就拿到手，會不會有詐？你這麼輕易就拿到手，會不會有詐？有詐個屁！那小臣本來就是個牆頭草白眼狼，見錢眼開的東西。他能背叛富春居去投奔薛寧，就能為了錢再從背後捅他一刀。可是沒有可是，如今菜譜拿到手了，我們只要再找到一位名廚，按照菜譜做，一定能在品宴大會上好好掙個臉面。你說到輕巧，抵押富春居的錢大半都送給了杜員外，如今我們只剩一點傍身錢了，哪裡還請得起名廚？
为了能翻身，把这钱花完也值得。我是听你说这富春居是京城第1酒楼，才答应来做主厨的。怎么你这店今日看来竟连一个人也没有？倒是对面这小馆子，店面不大，人气却旺得很。一个白眼狼開的店而已，不足為懼。白眼狼？有些人啊，就是趁着富春居出現了一點小問題，才用下作手段把顧客都搶走了。如今我請來了江南名廚方大廚，今日起，我們富春居一定能再次火爆京城。而那些個白眼狼，就等着灰溜溜滾蛋吧！白眼狼？对面掌柜的是在說誰呀？管他說誰呢？能用病豬做菜的，能是什麼好東西？走走走，趕緊進去點菜去。那道芥末蝦球纏了我好幾天了。哎，你說薛掌櫃，有些人的臉皮也不知是何物做的。病豬事件都搞得人盡皆知了，竟還有臉在此說什麼東山再起，真是笑掉人的大牙。小白臉，你罵誰臉皮厚呢？誰氣急敗壞，聖公子說的自然就是誰。趙大海，我奉勸你，做生意要講良心，入口的東西尤甚。你若不把心思放在如何做好菜，服務好食客身上，不管再來多少次，富春居的生意都照樣不行。就是。缺斤少兩，爛菜臭肉，目光短，黑心肝。你們，薛寧，你不就是仗着那本祖傳菜譜，又趁虛而入搶了我富春居的顧客，才把生意做起來的嗎？給我等着，等到過幾日我在品宴會上做出前朝御菜，一鳴驚人，我定要讓你跪在我面前磕頭道歉，還要讓你這破館子關門大吉，滾出京城。前朝御菜。我會做前朝御菜，是因為我外祖家傳下的菜譜，但是你又為何會做？難不成是偷了我的祖傳菜譜？難不成是偷了我的祖傳菜譜？誰偷菜譜了？我請來的方大廚可是江南名廚，當今御廚的親傳弟子，肯定比你這個野路子強。反正你就等着給我磕頭道歉吧。這上面有一道赤龍繞柱，請您務必每個步驟、每個用料都按照菜譜來，一點都不要改。白芷、丁香、肉蔻，這香料的用量未免也太多了。你確定要用這個菜譜？那是自然，這可是前朝宮廷御廚留下的菜譜，絕不會出錯。既然你堅持如此，那我就按照這菜譜做。但有一點，您說，我只負責做，如果品宴會上這道菜出了岔子，惹了麻煩，我絕不擔責。您就放心吧，只要按照這菜譜上菜，到時太后她老人家一高興，別說我這富春居，就是您的名聲也得在這滿京城傳開。無恥小人，下作行徑。只是有一點，那趙大海倒是提醒我了。什麼？幾日後的品宴大會，你要不要也去參加？品宴大會？參加。阿寧一定要去參加。當初是你看他們夫妻落魄可憐，才幫着他們把富春居做起來了，可結果呢？辛苦一年養出來2隻白眼狼，還用3斤豬下水羞辱你。如今他們自己作踐富春居，把生意做沒了，反倒時時刻刻來為難你。既如此，你就去參加那個品宴大會，狠狠贏下這比賽，讓趙大海徹底絕了心思。伯母說的甚是，趙大海那種人，只有把他徹底踩死，才能讓他從此再不敢招惹我。可我聽說那品宴大會要由京中高門引薦，我們就一個小館子，如何參加得了？你若不介意，就代表我們盛家去，到時若拔得頭籌，也好讓我沾沾喜氣。
可參加的人是代表各大高門的臉面，我能行嗎？你若不行，這滿京城就無人能行。盛公子就這般信我？你的人是頂好，做的菜自然也是這京中頂好。就算是御廚來了，我也信你一定能贏。既如此，那我就一定要贏下這品宴大會。杜員外，您且放120個心。這次的赤龍繞柱是我特意尋來的御菜食譜，又找了江南名廚親自操刀，一定能拔得頭籌，讓您在太后娘娘面前狠狠長臉的。最好如此，否則我不仅会讓你的富春居在京中消失，也會讓你知道什麼叫生不如死。謹遵杜員外教誨。薛寧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薛寧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這品宴大會廣集英才，你能來，為何我來不得？你算什麼東西，也敢跟我比？這品宴會是太后娘娘牽頭舉辦，由京中高門引薦才能參加，來者哪個不是京中名廚？就你那個小破館子也有臉來？我要是你，就現在立刻滾遠一點，省得待會兒讓自己丟盡臉面。一個小館子的廚師，怎麼敢來這品宴大會？員外有所不知，這薛寧本是我們富春居一個後廚的，結果仗着是我堂妹，就獅子大開口，竟要分走我們盈利的一半，結果貪心不足，被我和我相公趕了出去，這才在富春居對面開了間小館子，苟活度日。我貪心不足？薛婉，幾日未見，你這顛倒黑白的本事倒是見長不少。好了好了，這品宴會要由高門引薦，你既沒有，就趕緊走，別污了這地方。誰說我沒有高門引薦？就你能認識什麼高門大戶？就是一個小館子，每日來往的都是三教九流上不得台面的人，還高門，風太大也不怕閃了舌頭。杜員外，我看您還是快點讓人把他帶下去，省得髒了您的眼睛。按着。薛寧是由我盛家引薦參加的這品宴會，不知我盛家在杜員外眼裡夠不夠得上高門二字啊？竟不知盛大公子今日也到訪此宴。薛寧是由我盛家引薦，自然就是代表我盛家。杜員外讓人趕走薛寧，莫不是要給我盛家難堪？你一個小白臉裝什麼高門？知道這是誰嗎？快給我閉嘴！哎呀，杜員外，你定是被他這副人模狗樣的樣子給騙了。京中高門甚多，這小白臉肯定是跟薛寧狼狽為奸，合起夥來騙人的。哦，你倒是說說我怎麼騙的？我在薛寧的小館子裡日日都見，能去那種小館子的，怎麼可能是京中高門？定是哪裡來的破落戶，還想嚇唬我？沒門兒！我告訴你，薛寧，別以為找了個破落戶來招搖撞騙就能唬人。杜員外才是那個跺跺腳就能讓京城震三震的高門，就你找來這個小白臉，只有跪下來給杜員外磕頭的份兒。竟不知杜員外在京中竟還有此等。正是，我們杜員外啊，都說了，快給老子閉嘴！哼，早聽聞富春居的趙大海以次充好，害得食客們輕則腹瀉，重則昏厥，沒想到竟還如此拜高踩低。杜員外既跟這種人相熟，那盛某定會禀明家父，日後少跟杜員外來往。混賬東西！那位可是盛國公家的大公子，你是要害死我嗎？盛國公，不可能！薛寧怎麼會跟盛國公家的公子相識？盛國公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今日若因你幾句話影響了盛國公對我的看法，我定要將你千刀萬剮！杜员外，我實在是不知薛寧那個賤人竟然能攀上如此高門啊！去，快把這個混賬東西給我拖下去，日後不許他再靠近員外府。是。哎呀！
小人知錯了，您就再給小人一次機會吧。品宴大會正式開始。杜員外，品宴大會已經開始，您若執意要趕我們走，可就無人可用了。您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諒了我们這一回吧。罷了，但是你那道赤龍繞柱定要討得太后歡心，否則我定饒不了你。成了！你確定真的要每一步都按照菜譜做？方大廚，您就做吧，等上了菜，肯定能技驚四座。既如此，若出了岔子，你记得跟我绝无干系。臣知這次品宴大會恰逢太后娘娘誕辰，特地為您準備了這道赤龍繞柱。真是巧，我盛家為了此次品宴大會，特地請了寧衛小館的薛掌櫃，做的也是赤龍繞柱。我盛家為了此次品宴大會，特地請了寧衛小館的薛掌櫃，做的也是赤龍繞柱。薛寧，你為何要跟我用同樣的菜品參加品宴大會？品宴大會並未規定不能做同一道菜，我做這道菜合情合理。況且我倒要問問趙掌櫃，這道菜乃是前朝的宮廷御菜，用料做法都記錄在我外祖家的菜譜裡，從未外傳過。你又是從哪裡做得的這道菜？難不成是趙掌櫃的偷了我的菜譜？偷菜譜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本宮眼裡揉不得沙子。趙大海，你這方子到底是哪裡來的？回太后，小人前些日子尋來了一位江南名廚，這方子是他師傅教給他的，與薛寧絕無干係。那可真是巧，天下名菜千千萬，這江南名廚會的恰好是薛掌櫃祖傳菜譜裡的那一道。正是因為千千萬，所以同一道菜肯定不止一人會做。啟稟太后娘娘，小人這菜不管是從用料還是技法，都比那薛寧技高一籌。就算是方子一樣，小人也相信口味上定能勝過他許多。哦，是嗎？千真萬確。這薛寧屢次為難小人，還希望太后做主。若今日他薛寧的菜輸給了我，就讓他從此滾出京城，此生不得入京。大膽！太后在此，你竟如此口出狂言！正因為太后在此，我才要跟他打這個賭。當初富春居是我一手經營起來，就算你使了下作手段讓他的生意不復從前，但是他曾經的輝煌也跟你毫無關係。只要你在品宴會上輸給了我，我就能要你滾出京城。薛寧，你這輩子都要輸給我！混賬東西，勝負尚未分出，你沒有資格說這種話。盛公子稍安勿躁，這個賭我答應你，可若你們輸了，就要在全京城的高門權貴面前給我鞠躬道歉，然後從此離開京城。沒想到本宮這一個小小的品宴會，竟還有這般插曲。罷了，既如此，就由本宮做主，允了這個賭。竟是本宮從未嘗過的鮮美。快，都來嘗嘗。這口感，這肉質，簡直聞所未聞。不愧是御菜，讓人一口難忘。薛寧，做得不錯，賞。多謝太後。啟稟太後，小人的菜也是赤龍繞柱，且用料工藝都遠高於眼前這道，還請太後品鑑。
什麼東西，竟敢污本宮的口？难吃？怎麼會難吃呢？杜員外，你把这等人引薦到本宮面前，究竟是何用意？太后娘娘明鉴，臣。你引荐的東西，你自己嘗，還有你們，也都嘗嘗。此等廚藝，也敢在本宮面前誇下海口，簡直荒謬！蠢貨，這就是你說的前朝御菜，連泔水都不如，又腥又臭，真是惡心，還有這苦味兒。呸！腥臭，苦，怎麼可能？不可能！怎麼會這麼難吃？是你在配方裡動了手腳，對不對？启禀太后，小人是趙大海聘請來的廚師，這道赤龍繞柱也是完全按照他給小人的方子做的。小人早就提醒過他，這方子從用料到手法全都不对，是他一意孤行，不聽勸阻，還請太后明鉴。你胡說！這方子是我從薛寧那裡偷來的，不可能有問題。如果你拿到的是假的菜譜呢？假的？我怎麼可能因為区几兩銀子就背叛薛掌？給你的方子自然是假。混賬！你為什麼要給我假方子？為什麼？那我倒要問問趙掌櫃，明知我父親治病需要用錢，又為什麼無故扣押我3個月月錢不給？那是因為無故扣押月錢，還對我們動輒打罵，每日只要起床遲1刻鐘，就要扣半月的月錢。根本沒把我們當夥計，根本就是把我們當狗。我們這些夥計，要不是一直有薛掌櫃借計，早就活不下去了。區一點銀子就想讓我背叛薛掌櫃，做夢！掌櫃的，我有件事要告訴你。何事？趙大海偷偷找我要偷您祖傳的菜譜，我怕不給他，他會再起其他歪心思，就寫了份假的糊弄他。您不會怪我吧？我怪你做什麼？倒是你小子腦袋比從前靈光許多了。薛掌櫃為人正直，待人真誠，和你這種黑心爛肺的東西根本不一樣。趙大海，我不止一次告訴過你，也告訴過薛婉，做生意切不可偷奸耍滑，對待自己手下人更不能毫無真心。誰知你竟無可救藥到如此地步，如今勝負已分，你也該依約滾出京城了。薛寧，都是你害我，都是你！来人，快把他給我扔出去！你們做什麼？做什麼？你欠我們毒坊8352兩，再加上這抵給我們的富春居，如今既還不上，那這富春居就是我們的了。滾開！連富春居都沒了，完了，這下全完了！賤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管不住那個薛寧，老子至於落到如此地步嗎？到了如今，你還在怪別人？如果不是你貪得无厭，一點分紅都不捨得給薛寧，富春居怎麼會倒？我們怎麼會一無所有？你還敢跟老子頂嘴？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趙大海，你就是個廢物！從今天開始，我們母女跟你再無瓜葛。阿寧，你救救堂姐吧！趙大海已經喝醉掉進河裡淹死了。這次只要你再幫我一次，我絕對不會再背叛你了。沒有第二次了，人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。
趙公子，盛公子，你们这是？没想到几日未见，薛掌柜竟已然成了一位窈窕俊秀的小娘子了。薛掌柜如今样貌，某人怕是更要夜不能寐，想着如何找借口能日日来这宁卫小馆了。盛公子近日是睡不安穩吗？薛娘子莫要听他们胡言乱语，无論你丰腴或清簡，於我心中都是一樣的角色。都是一樣的角色。你們，薛寧多謝盛公子抬愛。這是上次在品宴會上，薛娘子名聲大噪，俨然已經成了京城第一名廚，不知是否賞面去執掌中秋晚宴呢？去，當然要去。遠離了那些傷害過我的人和事，我的精彩人生才正要開始。